这里是直白人生，述说各个职业与职场知识的频道。日本是许多人出国旅游选择的热门国家之一，四面环海，自然资源丰富的岛国，四季分明，拥有许多的历史古迹与传统文化习俗，以及大自然与建筑融合的美景，是许多人向往旅游的国家。也因为这样的民俗风情文化与美景，吸引许多人想在日本长居生活工作。但旅游与工作可是不一样的体验。如果外国人想来日本生活，需应对日本的职场文化，也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课题。今天就一起来揭秘日本职场上独有的特别职场环境。日本职场的第一守则就是守时，绝对不可以迟到。虽然在世界各地都很看重守时的重要，但日本人更为拘谨。在台湾延迟1-2分钟，虽说迟到，但还可以宽容；但在日本，迟到这1-2分钟，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准时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，如果真的无法避免迟到，绝对要事先知会正在等待你的人，否则对方会非常生气，觉得你非常失礼，也会失去信用。假如你真的迟到而说了正当的理由，比如因为遇上了交通挤塞，或刚才有些紧急事务不得不处理等，作为迟到原因，也有事先知会对方。但对方信不信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借口，会认为你没有自我管理能力，不遵守社会规范的坏印象，可能会失去信用。既然不相信我迟到的原因，你会说那我提早出门，早到总可以了吧？提早到可以，不过如果太早到场，有可能因为对方还没准备好而给对方添麻烦，像是还正在分配会议说明资料的数量中，或是开会所使用的器材还未配置好等等，在对方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到场。而日本人的个性是，做事前会先思考是否会造成别人困扰或麻烦的族群，所以提早5分钟以内到场是比较妥当的做法。守时不只是拜见客户，公司开会的场合需要遵守，甚至会见朋友都要准时到场。日本人的守时观念很强大，就连他们的电车都非常准时，相比其他国家，电车误点次数非常少。所以在日本工作最好是准时或提早，让对方有个好印象。虽然日本是准时上班，但却是不准时的下班。日本大多公司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，不过上班时间可能只是参考，实际上还是很多人加班。加班或许真的有事情还未做完，也有可能是受公司风气影响。在日本公司下班时间马上走人，可能被认为对工作没有责任感。日本人大多是顺从的性格，也比较在意外在对自己的评论，所以留下来加班也许是要让主管或老板觉得你很认真，因此加班就形成了一种好观感。或是因为已经到下班时间，主管却还在公司里工作而不好意思下班，所以一到下班时间，公司内就会产生一股绝对不能比主管先回家的气氛。还有另一种是察言观色，也就是说，当你起立准备离开公司下班，但放眼望去，你部门的同事们都还在加班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就算今天的工作量已经完成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摸摸鼻子，再次坐下来工作，就算做完，也只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装忙，等大家加班完才离开公司。日本的职场因为重视上下阶层伦理文化，要求做事细心完美，注重规则程序，讲求团队。一件事需要经过很多人同意，处理的时间过程太长，因此拖累了工作进度，而演变成加班。日本的加班文化也是最难适应的一点。第二守则，团队合作。在日本，团队合作是大于个人能力的。很多日本企业强调和作为公司的口号，和这概念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的仁、礼、义，日本则发展为和、信、诚。然而，和包含了仁慈、和谐、互助、团结、合作、忍让，这是日本团结的根本。
这也是2次大战后的日本靠着这样的精神信念而经济复苏。不过，个人能力也固然重要，但是在日本公司的文化风气影响，团队合作还是凌驾于个人能力上。要是太过拘泥自己的意见，可能会被视为缺乏团队精神。必须要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做事。即使公司的规定或程序可能不是有效率的做事方法，还是得要遵守规则去执行，否则会让同事觉得你不合群，而被误以为你无法团队合作。也因为这个风气，比较少人能提出公司流程的问题与改善，或是去讨论提高效率的方式。从日本人角度来看，公司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，他们很遵守团队守则，不过这可能影响工作效率。许多日本员工无论什么情况下，一律按照企业标准程序处理业务。因为受团体守则束缚，假如碰到突发状况，无法用常规方式处理。而日本人又重视团队的决定，员工很难灵活的随机应变，有可能卡得动弹不得。也许相比效率，日本企业更重视形式与团队。团体利益是远高于个人利益的，所以专案成功的功劳不会是归功于个人身上，而是属于整个团队的。日本也非常注重团体意识，不管是职场或学校，像公司举办的酒会，不会喝酒，可以不喝酒，但最好要出席。这是和同事或上司打好关系的活动，如果经常拒绝，也会被认为不合群，而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公司举办的聚会与下班喝酒应酬，日本认为这是增加职场上的社交能力，建立下班后的人际关系也是工作的一环。第3守则就是礼节与态度。打招呼会决定你的第一印象。很多人最常听到的日文就是早安跟谢谢，因为在日本职场里，进入办公室有礼貌的待人接物异常重要。即使在茶水间与人交错身，也常常会说句辛苦了。就算自己要下班了，也会跟还在工作的同事说，今天大家辛苦了，我先失陪了，来表示礼貌。尤其是新人，一定要表现新人的样子，表现出很有自信、很勤劳、很有活力的样子。必须要让其他人认识自己，不管遇到谁，都要主动向对方打招呼。拜见客户更要注重礼节形式。敬礼是表达敬意的问候，同时敬语也是时常挂在嘴边的。比如常听到承蒙您的照顾，辛苦了的敬语是向对方致意共事的礼仪，也是用来让对话顺利进行的用语。另外，想在公司升职，一般来说都是看能力，对吧？可是日本却不同，日本公司的升职大部分并不是靠能力来决定的，而是看你的年龄、资历、行为记录等来决定升职门槛。说白了就是认真工作、安分守己、良好的态度。在同一间公司工作非常久，升职才会有机会轮到你。尤其是态度，即使你的工作能力好，能卖出许多产品，能招揽很多客人，但态度不行，未必会受上级的青睐。反过来说，工作能力不太行，但态度非常好，却容易受上级的赏识。所以很特别的职场现象是，在日本，工作态度是大于业绩的。想让上级看重你，工作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之重要。日本公司也规定，上班的服装不是公司提供的制服，就是要穿正式西装工作。无论气温的高低，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穿着正式西装或制服。这代表你是具有专业性的公司人员，也是对公司与客户的礼仪尊重。态度与礼节在日本职场是最重要的，像呼吸喝水一样不可或缺的。第4守则，绝对不能越级。日本职场最大的禁忌是越级报告，他们的职场的上下关系非常分明。当有重大消息时，要先知会你的主管，或者与同事交流讨论，但是千万不能跳过自己的主管，而越级直接找更高阶的主管，甚至是老板讨论事务。这在日本职场是个大禁忌，会被视为不尊重上司的举动。
在日本职场，员工与上司报备时也有报、连、相的准则。第一准则，报告不能对上级只报喜不报忧。你的工作进度与完成时间、发现新的信息或是错误等等，这些都是主管需要了解你的工作状态，随时追踪状况，才能减少错误。如果上级从下属那里获取的信息不全面，会影响整个决策与进展。第二准则，联络就是保持联络，工作进度有更新或是有重大讯息，要彼此联络，能让大家快速掌握新资讯，可以迅速进入状况。最后就是相谈，工作中没有人是万能超人，都会有遇到难题或瓶颈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不需要害怕，冷静去寻求前辈或者上司的帮助进行沟通。有时候在职场上获得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是必要的，能收获很多工作上的经验值，可以减少上下关系的隔阂感，甚至能增进与上司的人际关系。最特别的一条潜规则就是办公室内的饮料食物限制与毒空气。在日本，基本上办公室里是不能吃零食或是早餐，铁定有人拿过早餐到办公室吃的经验吧？这件事绝不会在日本发生。假如把早餐带进公司吃，他们会觉得你一定是太晚起来，而来不及做准备才带进公司吃。在日本人的眼里，身为社会人士，却连自己的生活作息都安排不好的话，更别说是工作了，一定没办法做出好成绩，对自己的形象是很扣分的。也不能在办公室出现零食或其他食物，日本人的规则分得很清楚，办公室就是办公的地方，并不会一边吃东西一边办公的现象。还有在日本的办公室里，认真的工作风气下，只有咖啡香的飘逸，人人桌上摆放的往往只有咖啡、茶或水。除了水是补充水分之外，其他的茶与咖啡是能够提神的饮品，可以放办公室里。但如果在办公室内饮用的是奶茶、果汁等，在日本职场里，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孩子气、不成熟的形象，甚至可能被质疑个人的专业性。另外，日本的读空气是什么意思？就好比一个场合大家都在难过，可是你却在笑，日本人会说这个人不会读空气。这里的空气的意思是去理解当下场合的氛围，而所说的话或行为，也就是察言观色的能力。不过这个场合还很好懂，最难懂的是日本人一句简单的话却夹杂其他意思。在日本工作的外国网友分享，在办公室桌上除了茶、水、咖啡，通常是见不到第三种饮料。网友表示今天想喝果汁换换口味，于是买了果汁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，又刚好同事见状了，并和他说你带的那杯饮料是什么，看起来很好喝。这时我们会觉得同事想和你闲聊，网友回答对方的问题后就顺应闲聊些有关饮料的话题，哪边饮料店有优惠之类的。不要以为他们真的不知道，他们其实是看得出来的，也不是想和你闲聊的意思，因为这并不是日本人的本意。之后经过其他同事的说明，他的意思大概是借由问这个问题的用意，来提醒你工作时喝些提神饮品会比较好，也会对你的专业形象有影响。还有一个在日本工作的外国网友分享碰过的经历：你将你写完的企划书交给你的主管，主管看一看，并跟你说离缴交期限还很久，等期限到了再交给我。他真的等期限到了交给主管，主管感到有些错愕。您想得出来主管说的等期限到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吗？意思就是企划书里面的内容并不完整，希望你回去修改。因为日本人个性委婉，说话不会太直接，会把话包装起来，但有时候包装过头，会很难想到对方到底想传达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也是日本最难理解的读空气文化。所以要在日本生活，需要多留意职场上的空气变化。其实日本的带薪休假也不少，日本的企业一般规定进公司半年后，公司就能给员工10天以上的有薪假。
年资增加1年就多1天，最多能达到20天有薪假。每年又有16个国定假日，几乎都紧连着周休，所以每个月几乎都有3天连假。还有10连休的黄金周这样的小假期等等。日本假期多，听起来在日本上班像是休假天堂。不过，除了国定假日外，能把带薪休假休完的日本人却少之又少。就连感冒发烧都不爱请假，宁可吃退烧药也要到公司上班。年假居然会请不完，这点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挺惊讶的。在团体社会的日本，事实上请假还是得看公司的气氛形式。当大家都在工作，而自己却请假，在公司无形氛围中制约了自己，不好意思请假，会慢慢产生请假是把自己缺席没做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做，给其他同事添麻烦的念头。他们又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就会产生请假道德的心理障碍。然而，就算是台风天、暴风雪、倾盆大雨，日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考虑请假，而是怎么准时抵达公司。由于日本是弯长型的岛屿国家，又有多达47个都道县府的行政区，范围实在太大。如果全部由政府决定要不要放假，有一定的难度在，因此把放假的权利都交给公司自行决定。不过通常日本企业是不会放这种天灾假的。虽然遇到天灾，公司是会让员工视情况自行判断自己能不能抵达公司，并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出席。不过神奇的是，日本人却不请假，反而风雨无阻地准时抵达公司出席。这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那么坚持去上班呢？其实就如这整期影片内容所提到的原因。第一守时，只要是上班日迟到，就算是正当理由，老板不一定买单。他们认为天气可预测，所以会看天气预报，在天气转变的前一天住在公司附近的旅馆就能解决。第二，团队氛围，大家都有办法到公司，你也只好跟着氛围到公司上班。第三，直接关系，老板说不放假，只好冒着风雨去上班。第四，态度，就算是刮风下雨，也想表现出我就算是恶劣天气，也很坚定去公司上班的态度，同时也不想留下坏印象。还有没提到的出勤率，不管是公司、学校，日本看重出勤高过于业绩。你想要升职，想要请带薪休假，是最先以出勤率来决定。不管公司或学校，日本都以出勤率为最重要的标准来判断员工或学生认真程度，这也是日本不敢随便请假的原因之一。不过休假当然是可以向公司申请，休假本来就是劳工应得的权利，但一定要尽早与主管商量。在日本生活充满许多规则，潜规则也多。虽然部分日本企业近年都致力改善职场环境，但不少日本人的思维还是比较偏向守旧的观念。面对职场文化差异，需要秉持着尊重及包容心。职场的本质就是互相，才能建立良好环境。好了，有兴趣听其他职业与职场内容的朋友，欢迎到底下留言，也欢迎订阅、分享给不知道的朋友，了解更多职业与职场资讯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。